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太双标了，全网揪着程毅穿帮疯狂黑，唯独选择性失明他的拼命与敬业。最近刷遍网络，真的越看越心寒。我发现内娱的恶意与双重标准，在程毅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讽刺的现象？现在网上总有一群人，像拿着放大镜挑错一样，死死盯着程毅的镜头找穿帮、抓瑕疵。就因为富山海一处剪辑疏漏，把演员走戏的片段不小心剪进正片，明明是剪辑师的专业失误，和演员本身毫无关系，结果却被无限放大。全网跟风截图，恶意吐槽，轮番抹黑，话题炒得沸沸扬扬。仿佛犯了天大过错的人是程毅本人，非要把一点小瑕疵拎出来，否定他所有付出。可最让人愤怒的双重标准，恰恰藏在这种挑刺里。很多人不知道，早在《沉香如屑》拍摄期间，剧中就有一处肉眼可见、十分明显的穿帮，多个镜头里都有露出。当年少有人提，如今更是被集体视而不见。不是观众看不见，不是镜头不明显，只是因为这个所谓的穿帮，藏着程毅最让人心疼的敬业与隐忍，根本黑不起来。今天必须把这件事摊开说清楚，打破偏见，还原真相。当年拍摄《沉香如屑》时，发生了一场意外。高空威亚戏份拍摄中，因工作人员操作失误，程毅从高处坠落，右腿重重摔伤，确诊骨折。老话讲伤筋动骨100天，骨折是实打实的重伤，普通人连正常站立走路都疼，本该停工静养，好好休养。可程毅怎么做的？意外发生后，他第一时间顾及剧组进度，示意不要声张，不要停拍，连夜就医确诊骨折。仅短暂休整，就坐着轮椅，拄着拐杖，带着厚厚的蓝色石膏护具重返片场。整整2个多月拍摄期，他一天假都没有请，1分钟进度都没有耽误。大家口中沉香如屑的穿帮镜头，根本不是拍摄失误，就是他藏不住的蓝色石膏护具。剧组尽力遮挡修饰，但石膏轮廓、边角在奔跑、站立、打斗镜头里依旧清晰可见。那些我们共情落泪、觉得演技封神的名场面，背后是他忍着剧痛硬撑完成的每一条拍摄。剧中那段出圈的高能奔跑戏，破碎感拉满，感染力极强，很少有人知道。他当时右腿骨折，全程单腿发力，强忍疼痛完成冲刺与情绪爆发。吊威亚、下水戏、高强度打戏，所有高危高难度戏份，他全部亲自上阵，不用替身，不找借口。夜里收工后，腿伤肿痛难忍，常常彻夜难眠。白天拍戏累到极致，就在片场随便眯一会儿，从不卖惨，从不炒作，从不对外诉苦。更令人唏嘘的是，当年还有人拍下助理搀扶背他下场的画面，恶意吐槽耍大牌、架子大，却从没人问一句他为什么需要搀扶，没人看见他带伤硬扛的付出。时至今日，双标依旧刺眼，剪辑师无心的小失误被揪着狂欢批判，矛头直指程毅。镜头里明晃晃的石膏护具，藏着拼尽全力的敬业，却被集体无视，闭口不提。说到底，从来不是有没有穿帮、瑕疵明不明显的问题，只看这件事能不能拿来黑他。能抹黑的细节，哪怕微乎其微也要扒到底，炒到烂。能证明敬业与真诚的细节，哪怕足够耀眼，也要装瞎忽略，刻意淡化。程毅兢兢业业拍戏，低调隐忍做事，不立苦情人设，不靠苦难博热度，只凭角色说话，用作品立身，最后换来的不是尊重，而是无孔不入的挑刺，断章取义的抹黑，双标至极的恶意。内娱最荒谬、最寒心的现状，
莫过于此。真心希望大家看待演员多一份客观，少一点跟风，别被片面言论带偏。那些被肆意嘲讽的穿帮背后，是一个演员不愿辜负剧组、不愿辜负观众的真诚与拼命。像程毅这样认真演戏、踏实做人的演员，真的不该被恶意裹挟，更不该被偏见埋没。